如果灾难片当中的一些特效变成了现实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就比如我们常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大桥突然断裂的场景，所有人都猝不及防，眼看就要掉下来了。如果这事情真的被你碰上，恐怕只能等待着超级英雄过来救你了。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一提到交通事故，就只会想起公路上的汽车相撞，从不会认为开车过桥时桥会突然断了。曾经在澳大利亚的塔斯曼大桥就发生过一场巨大的灾难，4辆小汽车从45米高的桥上坠落。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让很多人都有了心理阴影的断桥事故。塔斯曼大桥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，横跨于德文特河之上。这是一座由一系列桥墩支持的桥梁，总共有19个跨度。它的主要部分是建立在玄武岩上，深度达到了49米，尤其是在48号桥墩下面，深度更是位于水下91米。上面覆盖着非常坚硬的粘土、粗砾石、软石和沙质壤土。自从开通以来，塔斯曼大桥作为连接霍巴特市与德文特河东岸郊区的唯一途径，车流量非常的大。1975年1月5日，这是一个星期天，一艘载有1万吨矿石的运输船正漂在德文特河上，而船员迪格比正在呼呼大睡。照理来说，这不是他该松懈的时候，因为迪格比的工作是通过自己对船只的性能、水流天气的了解，从而引导船只安全进港。而恰好那天晚上，船长博莱斯瓦夫下令不需要他来做领航员，毕竟博莱斯瓦夫自己在过去2年里曾经在这个港口航行过，所以能够省下请领航员的钱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对于未来的晋升，他也会更加有胜算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他自己亲手搞砸了这一切。晚上9点27分，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蒙蒙细雨，给黑夜又增添了一丝朦胧。这对于出行在水上的人来说，能见度非常的糟糕。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由于疏忽，当博莱斯瓦夫发现船只偏离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眼看着就要撞上大桥，立即下令全速倒船，但也已经无济于事。运输船直接撞向塔斯曼大桥的18号和19号桥墩，导致桥上127米的道路坠入河中，砸向船的甲板。几分钟内，运输船就向右倾斜侧翻，7名船员被困并溺死。除此之外，桥面上也同样惊心动魄。起初有一位司机意识到桥面出现了弧度，立刻跑下了车，试图拦住后面的车辆，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往前开。接下来的场景就像是灾难片，有4辆汽车来不及躲闪，跟随着塌陷的桥面一起冲进了德文特河，还有几辆汽车则悬挂在缺口的边缘，岌岌可危。弗兰克一家就是其中之一，他们刚结束美好的周末出游，过了桥马上就能回到家中。可本来车开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桥上的灯全部熄灭了。起初他们以为前方出现了车祸，于是弗兰克把车速降到了每小时40公里。坐在副驾驶的妻子则打开了车窗，四处张望。突然他大叫：“快停车，没路了！”弗兰克拼命踩刹车，竟然是桥塌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的车正在前后摆动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根据弗兰克回忆，在车灯的照映下，他只能看到下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妻子吓得叫他赶紧倒车，但弗兰克又担心猛烈的倒车会使车震动，直接掉下去，生死就在这一瞬间。车上的所有人都不敢做大幅度的动作。冷静了一下后，他们决定让车后座的姐夫和女儿先下车，然后阻止后面的车辆继续往前开。此时的车就像是个跷跷板，但凡车里的人有一点点小动作，就会上下起伏。最终，弗兰克和妻子还是设法爬出了车，躲过了一劫。在另一辆悬挂的车当中，里面坐着莫里一家4口。当塔斯曼大桥的灯都熄灭后，莫里也放慢了车速。突然，他发现自己前面的车和路一瞬间都不见了，于是猛踩刹车，还差几公分就要冲进河里。然而，这也防不住后面的车追尾，间接又把车往前撞了一些。莫里和妻子都吓坏了，赶紧抱着孩子下车。他们拼命地向后面的车示意，但有的车直接无视，到边缘处才刹停。好在一辆装满乘客的大巴车看到莫里示意后，就立即刹车。最后一个急转弯，打滑撞到了侧栏杆上，逃过了一劫。可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在4辆掉进河里的车里面，总共有5名乘客全都无一幸免。根据专家指出，当天的事故除了船长的疏忽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潮汐作用很强，导致航向发生了变化，再加上这艘船难以驾驭，所以一切都失控了。在海事法庭调查之后，认定船长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船只，于是吊销了他半年的执照。由于塔斯曼大桥的塌方，整个霍巴特地区被一分为二，附近居民也感受到了震动，纷纷出动来帮忙拯救落下的人员。后来，水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都赶到了现场，打捞起了入水的车辆。联邦和州政府也立即成立了塔斯曼大桥联合修复委员会，指导大桥的重建工作。海洋工程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，以定位桥梁碎片、
而单单是调查工作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。这对于居住在德文特河东岸的人来说，这场事故的受害者不仅仅是那些遇难者，对他们每个人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要知道，塔斯曼大桥是很多人每天的必经之路，东岸大多是居民区，西岸则聚集了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大部分医院、购物中心、企业和学校。这一下子被隔断了，该如何是好呢？为此，在倒塌后的几个小时里，一艘政府运营的轮渡就开始运营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而实际上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未来即将面临着什么。本来跨桥只需要短短3分钟，现在坐轮渡上班还得排队，至少需要90分钟，通勤时间翻了好多倍，非常不方便。况且塔斯曼大桥的重建，这不是1天2天就能解决好的事情，人们的焦虑情绪日益高涨。为了缓解这一矛盾，3艘私人渡轮也加入了运营行列。但这些还只是次要的，生了病怎么办？疾病不等人啊！东岸只有一些小诊所，根本就无力招架。因此，这次的事故也暴露了东岸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这场事故似乎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。据统计，在事故发生后的半年里面，东岸的犯罪率飙升，至少上升了41%，汽车盗窃事故增加了50%，邻里纠纷增加了300%，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。沮丧、抱怨、易怒的情绪开始蔓延。我想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产生这样的负面情绪，无可厚非。但那些无法自我排解的人，很有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不好的方式来发泄。在事发几个星期后，政府决定在受损的塔斯曼大桥以北建造一座临时桥梁，以恢复霍巴特和东岸之间的公路连接。后来，该桥于同年12月16日正式通车。1987年，政府在塔斯曼大桥附近安装了一个可测量河流、潮汐高度和风速的传感器系统，为该地区的船运提供了数据。许多德文特河航运相关的新法规也逐渐出台，比如一定规模以上的船只必须要有领航员。另外，还有一项额外的防御措施，大多数大型船只在通过桥梁的时候，必须要有拖船在场，以防可能需要引导和协助。也因为了这场事故，东岸也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社区，增添了许多基础服务设施，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，也终于打破了东西两岸发展的严重不平衡。塔斯曼大桥的倒塌不仅吞噬了12条生命，更让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阴影。他们永远记得当天晚上的情形，时常梦到桥下黑压压的水面马上要吞噬自己，然后突然惊醒。这种挥之不去的噩梦真的是太痛苦了，因此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再跨过大桥，甚至还患上了过桥恐惧症。就比如一位叫做肖纳里沃德的女士，多年来她备受煎熬。过桥恐惧症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，表现为特定的恐惧症，对桥梁和隧道的恐惧。对于一些严重的患者来说，仅仅是幻想过桥就会导致恐慌，从而出现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、头晕目眩的症状。当他们尝试开车过桥，总是会死死地握住方向盘，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意外。根据肖娜的心理医生透露，像肖娜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。自从塔斯曼大桥倒塌后，他已经治疗了7名过桥恐惧症患者。一开始，这类患者的表现还算正常，对过桥这件事情有些焦虑，但发展到后来，他们变得完全歇斯底里，连塔斯曼大桥的照片都不敢看。肖娜就是这场悲剧的幸存者，她住在东岸，工作地点在对面，因此每天至少要过桥2次。她很害怕，担心自己会随时越过边缘掉到河里，有时候还会陷入惊恐发作的底部，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桥梁噩梦也时常困扰着她，使得她身心俱疲。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弗兰克一家，他们当时真的是命悬一线，据说直到第2天，弗兰克才缓过神，浑身发抖。这些幸存者都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每次过桥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犹豫，甚至有人会出现幻觉，觉得桥在往下倾斜。不过好在大部分人的心理创伤都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渐渐地有所缓解。当灾难片的现场变成了现实，我们才发现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。天灾我们无法避免，那只有可能把人祸的可能性降到最低。可即使人类的科技发展迅速，在现代，各种人祸灾难仍然在反复上演，因为风险永远都在，但在没有爆发的时候，总是得不到重视，从而掉以轻心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牢记，即使是一个微小的疏忽，也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